我是助教林法义。那关于 Energy Harvesting，在这我要报一个多输入单输出的 DC-DC Converter，也就是 Multiple Input Single Output，简称为 MISO。那这是我这次主题的 outline。首先会先介绍一下关于此架构的 Introduction，接着会介绍 Pi-R 如何实现以及它的缺点，接着再用何种架构去改善。在架构选定之后，会去讲述其基本的操作方式是如何对负载供电的，最后则是设计参数的选定。首先是 Introduction， 在 Energy Harvesting 当中，在接收到能量后，会先将其过一个 Rectify 转成一个 DC 值，再进行应用，而前级 AC/DC 的部分则不多加描述，在此仅对转出来的 DC Supply 进行说明。在多输入单输出的架构中，可以接受多个输入，再将其转成单输出。其中输入可以是风力、光伏阵列，而光伏阵列就是类似使用很多的太阳能板组在一起，类似于太阳能发电的感觉，以及燃料电池等等。这些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所产生的能量，由于这些输入的能量低且不稳定，因此需要一个 DC-DC Converter 来获得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压。此架构亦可对多个不同大小的电压来源转换成一个固定的输出电压，并可借由这样的电路，使用多种能量来源来对负载进行供电。在过往只用一组变压器的架构，在 Input Stage 借由并联电压源进行供电，虽然可以提供能量给负载，但缺点是在一个时间内只能由其中一个 phase 进行供电，以避免 Power Coupling Effect。因此，单组变压器的缺点有二：一是因为一次只能靠一个来源供电，因此输出功率会被限制住；二则是此 interleaving， 也就是将各组来源做一个不重叠的时序控制电路的复杂，因此有了使用多组变压器的想法。在 conventional 多组变压器的架构中，使用了多个 phase 来进行供电，而单组的4颗功率开关控制，可借由相位偏移脉波宽度调节来进行控制，以实现同时使用2组或以上的来源对负载进行供电。但由于使用了4颗 power switch， 并且需要复杂的 gate driver 以及控制，因此提出了 proposed 的架构。而这个是 proposed 的架构，与 conventional 相比，一个 phase 仅需要2颗 power switch 以及2根电杆，因此可以使控制变得较简单。而这种架构的优点则是所需的元件数较少，可以达到低成本以及高效率的展现。其中，定义电流流向正负号的部分则如图所示，在电感 L1 到 L4 的部分，则是向右为正流向，在一次侧的部分为流入线圈为正流向，而二次侧则是电流流出线圈的定义为正流向。以下则是操作模式。在 Mode 1时，4颗功率开关全开，第一组电感 L1、L2 上的电，借由 M1 以及 M2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1。第二组电感 L3、L4 上的电，借由 M3 以及 M4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2。此时2组电压源皆不对负载供电，而二次侧变压器的漏电坎此刻会对负载给电。当能量完全被释放完毕时，则会借由 Output Cap 进行对负载给电。接着是 Mode 2，此时 V1 到 V3 皆导通 ，V4 关闭，而第一组来源如同 Mode 1一般的操作。L1、L2 上的电借由 V1 以及 V2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1， 而第二组的 L3 则是通过 M3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2。不一样的是，因为 M4 关闭了，第二组的电压源会借由 L4 将能量供应给一次侧的线圈，并将能量传给二次侧。此时二次侧的电流则为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线圈比与 L4 电感电流的乘积，并借由第二组来源来对负载进行供电。在 Mode 3下，此时 M1、M3 导通 ，M2、M4 关闭。L1 和 L3 上的能量分别流回电压源 V1 和 V2， 而 V1 会借由 L2 将能量传送到第一组变压器的一次侧上 ，V2 则是借由 L4 将能量传送到第二组变压器的一次侧上，并将能量汇集后传送至二次侧。此时二次侧的电流为第一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线圈比乘上 L2 的电感电流，
以及第二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线圈比乘上 L4的电感电流的总和。此阶段，两组能量来源皆对负载供电，而能量流经 D1、D4 至负载端。在 Mode 4时，四颗功率开关全开。此阶段的操作如同 Mode 1。第一组电感 L1、L2 上的电借由 M1 以及 M2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1， 而第二组电感 L3、L4 上的电则借由 M3 以及 M4 流回原本的电压源 V2。在 Mode 5时 ，M1、M2、M4 导通 ，M3 关闭。此时 L1、L2、L4 的能量皆流回电压源，而第二组电压源则借由 L3将能量传送至第二组变压器的一次侧，再将其送至二次侧线圈，对负载供电。此时输出电流为第二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线圈与 L3电感电流的乘积，而负号则是因为与定义的正流向相反而进行正负号修正。进入到 Mode 6，此时 M2、M4 导通 ，M1、M3 关闭。此阶段 L2、L4 上的能量分别流回电压源 V1 和 V2， 而 V1 则会借由 L1 将能量传送至第一组变压器的一次侧，而 V2 则是借由 L3 将能量传送至第二组变压器的一次侧，接着再汇集能量传送至二次侧。此时输出电流为第一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线圈比与 L1 的电感电流乘积，以及第二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线圈比与 L3 的电感电流乘积的总和。因为此刻二次侧的电流流向为流进线圈，与先前的定义的流向相反，因此加上一个负号修正。Mode 1到 Mode 6则是一个完整周期的运作。当从 Mode 6回到 Mode 1开关全开的状态时，一次侧上的漏电感能会将能量传送至二次侧，直到能量放尽，接着才会借由输出电容对负载供电。而此时序图则补述前面所叙述的转态点以及各模式输出电流的变化。在此两组的 duty 控制是分开的，并且 duty 都是大于50%，以达到可以同时使用两个电源供电的效果。在 Mode 1的时候，四个开关全开，两边一次侧皆没有电流，负载借由输出电容供电。Mode 2时 Q4 off， 第二组的一次侧流过了 IL4， 即借由第二组电源对负载供电。Mode 3时 Q2、Q4 off， 一次侧流过了 IL2， 以及二次侧的 IL4， 两组电源皆对负载供电。Mode 4如同 Mode 1， 两边一次侧皆没有电流流过，由输出电容供电。Mode 5时 Q3 关闭，第二组的来源的一次侧流过 IL3， 此时由第二组电源对负载供电。Mode 6时 Q1、Q3 关闭，第一组来源的一次侧流过了 IL1， 而第二组来源的一次侧流过了 IL3， 此时两个电源皆对负载供电。在讲完了操作之后，以下则是一些参数的设计。在第一组以及第二组电源的电压和电流，以及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在已知的情况下，为了使两组供应源可以同时对负载供电，在此两组的 duty on 的时间皆是大于50%。然而，可以借由调整两组的扎数比，以及两根电感值，以及输出电容，来设计出符合 spec 的参数。第一组来源的线圈比，也就是一次侧与二次侧的比例，可以使用一定的 duty one 以及输入电压 V1 和输出电压得到。而第二组的线圈比，则是使用 duty two 以及输入电压 V2 以及输出电压求得。在电感 L1 到 L4 的设计，则是借由已知的 duty 以及输入电压 V1、V2 的乘积除以 current viewport 以及操作频率。在此设计中，则是抓30%的最大电感电流来求得。电感值大约是一个 mini 等级的一个电感。最后则是输出电容，输出电容则是要大于最重载乘上操作频率，再除以输出电压的 ripple。而这颗输出电容不能太小，因为当 Mode 1和 Mode 4的时候，必须借由输出电容进行供电。在此 case 则是抓大约是200 μF。以上就是 MISO Open Loop 的设计以及参数值的设计，谢谢大家。